荒岛求生60天，德爷费尽心血，总算把火堆升了起来。往后1个多月，他将化身吃播，寻觅到各种美食疯狂开炫，大到烤羊腿、椰子蟹，小到海茄子和鳗鱼都将陆续登场。作为土生土长的英国人，泡杯茶是他在有火后想到的第一件事。几口热茶下肚，心情变得美妙不少。10几天来都是吃生食，将几块椰肉摆火堆旁烤熟，品尝着味道像烤糊的饼干。当地的雨季即将来临，要想扛过去住在山洞里可不行。德爷计划从今天开始在岛内丛林里建个新房，心里安排好每天的作息时间。他将火堆烧旺，打算去找些水回来，因为缺水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。他发现岛内有座凹陷的盆地，这是德爷觉得最有可能找到水的地方。走过去直接用手开挖，皇天不负秃头人，地里真就有水冒出来。浅尝口是淡水，只是含沙量有点高，装满带过来的5个瓶子，足够今日身体所需。打道回府时撞见一棵柠檬树，摘走几片叶子拿来泡茶喝。挑战第15天，今天赶海收获不错，捡到几只螃蟹、几条飞鱼，连同礁石上的海螺一起煮熟。德爷连汤带渣吃的丁点没剩，享用完早饭，钻入茂密酱狗，找到块干燥平坦的土地，打算把庇护所建在这里。没有刀斧电锯能帮忙，他只有握着贝壳朝树干劈砍，仅靠那点食物压根提供不了多少卡路里。德爷每弄断一棵树就要花半个小时，耗费大量体力。先把主要的横梁绑好，绳索就用木槿树的树皮，弄好单坡手刮棚的框架需要10根木材，前后花费了2天时间才搭好大致框架。能量主要从抓来的螃蟹和椰子那儿补充。德爷实在使不出多大的力气。建造棚子进入第3天，新问题也随之而来。从侧面给横梁做辅助支撑的柱子太细，必须换根粗壮点的，否则横梁会因为负重过大而坍塌。德爷用贝壳砍树效果太差，身体急需更多能量注入。赶海依旧是获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。今天运气不错，抓到只帝王蟹的私生子。翻开石头又发现条鳗鱼，能给德子提供大量胶原蛋白和脂肪。趁着好运还在，仍得继续翻找。又在石头底下找到根海茄子，可能是受到惊吓的原因，正一个劲往外吐白色粘液。德子打包带回山洞，尝试烤熟后看能不能吃。鳗鱼嚼起来有点粘牙，3下5除2便被他啃个精光。海茄子开膛破肚清洗干净，再放火堆上烘烤至外焦里嫩10成熟，吃起来嚼劲十足，味道也还不错。来到第19天，老天爷降下大雨，德爷为水源问题得到缓解而高兴不已。隔天把用贝壳和其他物品接到的水收集起来，足足装满10几个瓶子，够2天的使用量了。同时他也感觉到压力，因为山洞面对海风毫无遮挡，一旦天气恶化就不再适宜居住。手刮棚的建造工作不能停下，岛上没有大片树叶当屋顶，他只能对这种棕榈叶进行编织，再将编好的叶子绑在屋框上当瓦片。往后几天除去吃喝拉撒睡就是编树叶，花费掉海量时间和精力，可进度依然不容乐观。喝光之前接到的雨水，德爷又陷入脱水困境，回到靠椰子续命的状态。这回他还找到个山竹果，由于还没熟透，味道涩涩的很不好吃，他需要摄入碳水化合物来支撑造屋进度。思来想去，也只有岛内的那几株芋头能提供了。德爷有点饿昏头，竟吃了几片芋头叶，没过多久整张嘴就像有几百根针在扎，方才想起来那玩意有毒。往后个把星期食物问题仍旧没有好转，德爷不紧不慢地搭建屋顶，也让他搞定了一半的面积。这天在海边觅食遇到个狠角色，让鳗鱼咬了好几口。更让他气愤的是那几头野山羊，望着几万卡路里在眼前却束手无策。德爷心里别提有多想抓头尝尝了，无奈刚开启打野之路，既不会制作绳套陷阱，也没有趁手的武器，只能专找容易拿捏的寄居蟹。好在它们煮熟后味道也不错。德爷最喜欢吃蟹壳下面软软的部分，每次都要细嚼慢咽才舍得吞下去。日子过得虽然苦，但手刮棚也弄得8、9不离10了。第27天，海面出现艘渔船，看到人类文明让他心情好转许多，没想到运气也跟着变好了。德爷找到几株新芋头，从地里挖出来7个块根，外加又搞到几只寄居蟹，短时间里能吃顿饱饭。凭借恢复的体力，将那棵迟迟没能搞定的粗树推倒，搬回去当横梁的辅助支撑。隔天手刮棚大功告成，屋顶高度已经远远超过横梁，是时候告别学居时代了。拎着工具箱打包好几样摄影器材，再把火堆转移过去，这就算是完成新居的乔迁。忙活完，先泡杯柠檬茶。德爷接下来还有更大的计划要实施，每天靠赶海抓螃蟹、插鳗鱼实在让人厌倦。他早就想猎杀一头野山羊犒劳下自己，更何况这些家伙每天悠哉悠哉地从他身边经过，像是完全没把他这位荒野三皇放在眼里。望着金枣碗里的这点清汤寡水，欧皇德准备做套弓箭打猎。弓身用随处可见的木槿树，弓弦材料只能用冲上岸的旧绳子，拿根树枝测试下威力。我直呼好家伙，臂力没有800斤都没资格用这张弓。时间一晃来到第37天，金枣收成出奇之好，捡到19只螃蟹、2大罐海螺，可惜煮东西的铁罐烧穿了，
找不到其他代替品，只好拿贝壳凑合着用。这玩意导热效果很一般，烧半天都没见水被煮沸。德爷连吃4天8成熟的食物后，肚子胀得像个皮球。从书中看到木炭有通肠排气的效果，于是想试试能否对自己有效。结果半夜开始发烧，并伴随有严重的胃痉挛，疼得他躺在地上嗷嗷叫，赶忙用卫星电话联系医疗队。2个半小时后，医生姗姗来迟，简简单单给德爷做了个 B 超彩超验血验尿和心肝脾肺肾功能检查，丢下几片抗生素就走了。他也属于好养活，几片抗生素吃下去又恢复如初，拖着病体在海边搜寻，捡到个新上岸的食用油罐子，拿铁钉一点点切割完毕，得到个大号煮饭锅。捕猎事业还得接着干，用火山岩当磨刀石，按8字形手法将铁皮打磨出锋利边缘，固定在竹子顶部捆绑住上下2端，就是把自力更生牌打野刀。午餐是海水煮芋头片，分量少到塞牙缝都不够。就在德爷苦苦支撑不知挨饿何时是个头，竟让他第43天在岛内撞到只出门干饭的椰子蟹，个头得有脸盆那么大，拎起来仔细看过直呼 Oh my god， 至少说得有个5、6斤，足够他每饱餐一顿。德爷将其带回去丢进火堆，熟透后迫不及待开吃起来。光是蟹钳里的肉就有半个拳头大，躺在地上胡吃海塞，原本快坚持不下去的身体立时变得精神起来。吃饱喝足又盯上那几头野山羊，德爷用棕榈叶当箭羽，铁钉绑在前端当箭头，搞定好一整套弓箭，朝着山羊展开狩猎。第一发完美的定进树里，第2发干脆撞到树枝，威力全无。狩猎进行得非常铺盖。隔天他想做个雨水收集装置，用石头和贝壳劈开竹子，加热金属切开塑料管，将屋顶底部那节树叶整齐地裁掉，把竹片铺设在下面，竹片末端对准塑料管，塑料管末端对准水桶，便搞定了。来到下午，天空降下大雨，雨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桶里，这下他个把星期都不用担心口渴了。隔天赶海时遇到个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有头山羊脑袋被灌木缠住，没法脱身。此情此景正是闻名打野界的上吊羊，挨饿得岂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？捡起块石头朝对方脑门狠配下去，当场送山羊饮恨西北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会饿肚子，扛在身上感觉简直是有1吨重。回到营地，德爷立马进行分解工作，不要的内脏丢到海边自生自灭，其余的肉大概还有40公斤。德爷又劈又砍又切又剁，忙活7个小时才全部搞定。总共2扇肋排、4条大腿和2大块羊肉。当晚他煮了锅羊杂碎，黑灯虾火搅合在一起，分不清具体部位。德爷只想大吃一顿，好好补充些卡路里。鲜香嫩滑的口感让他很满意。隔天处理羊肉的工作还要继续，肉条和肋排用烟熏可以保存很长时间，关键是几条厚实的羊腿。他决定用地下烤炉烹制，挖个浅坑填层石头，在上面烧4个小时的旺火，接着把羊腿放进去，用椰子树叶盖好，然后堆些泥沙封住顶部，等待3个半小时。时间一到，德爷揭开树叶，香味朝面门飞扑而来。Oh my god, I think these are incredible. 拿条羊腿往嘴里塞，色香味俱全，堪称极品美食。That is extraordinarily good. I have to say that is better than oven roasted anything. 完全没想到能在荒岛吃到这样的大餐。往后几天，德爷过上躺平生活，坐在手瓜棚里吃啃，弥补这段时间的亏损。那张羊皮被他清洗干净，绑在竹子做的3脚架上风干，做了件保暖无袖衫，有点摩登原始人的样子了。坐吃山空不是办法，德爷利用腐烂的羊头和内脏，把上面的蛆虫倒进礁石池里当诱饵，再在入口处建起一堵墙，就是个捕鱼陷阱。涨潮时鱼类进入礁石池觅食，退潮后总有几条没游出去，被困在里面。等待陷阱出结果的时间，他摘了些椰子，不同以往是拿来续命，这次只是想喝点饮料而已。进入下午的退潮时间，礁石池里果真困住几条大点的鱼。德爷见方法可行，也是高兴万分，赶忙切成4、5块放锅里煮熟。吃到久违的鱼肉，别提有多舒服，连碗底的残渣都要扒拉进嘴里才满足。为了让生活越来越可持续化，他想去珊瑚礁那里抓大鱼，前提是要做艘筏子。海边有不少冲上岸的枯竹，用它们横七竖八的摆好造型，拿树皮捆住各个交叉点，前后花不了个把小时就搞定了。第51天天还没亮，德爷就因为惦记着要出海而早早醒来。虽然心里有点恐惧，但该吃的早餐不能省略。30、40斤羊肉才5天时间就被他整个只剩下这点，我只能说他这些天是真饿了。嘎嘣脆的啃完最后几条肉干，天刚亮便驾驶着筏子出海捕鱼。刚划出去没几米，察觉到自己压根没法控制这艘竹筏，他赶忙跳下水将其拖回岸上。操作性太差，完全没实用性，看来出海抓大鱼是不可能了。德爷转而把全部精力放在开发岛内资源上，转悠一大圈，找到几棵4刺槐树，它们和芋头那样都有硕大可食的根茎。德爷仅凭2棵4刺槐树，挖出一大堆块根，又是2天的碳水来源。度过挣扎求生的阶段，
他有时间和精力拿来改善生活环境了。用树干当床框，树皮做床板，铺上山羊皮，就是张荒野席梦思，让你躺下就不想起身的那种感觉。之后德爷又找到棵芒果树，美中不足的是还没成熟，但丝毫不影响德爷吃它们，口感又硬又生，一个用力过猛把假牙都咬崩了。看在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份上，该吃还得吃。中饭又是一锅大杂烩，芋头叶炖螃蟹配海螺，既有蛋白质也有维生素。德爷只感觉身体又恢复到了挑战初期，熬到可以回家的第60天，他咧着大嘴笑得像个40多岁的小孩，望着一脸大胡子，成功把自己由埃德折腾成穆罕默德。再看一眼辛苦搭建起来的小家，到此荒岛余生顺利结束。